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高层会议上，徐婉晴新招的男助理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整杯咖啡泼在我脸上。你一个整天无所事事，只知道躲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混子，还敢质疑我的方案？我宣布你被炒鱿鱼了，滚出去！我平静地站起身，擦去脸上污渍，看向徐婉晴，她皱了皱眉，故意躲开我的目光，选择了沉默。我笑了，拿出手机，爸，听到了，人家叫我滚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一，我正全神贯注地打着游戏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。林经理、沈助理通知所有管理10分钟后到大会议室开会。行政部的小张站在门口，语气急促。我头也不抬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移动。不去，没空。入职公司半年来，我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，不是不用去，而是不想去。可是，小张的声音变得犹豫。沈助理特别强调，今天没人可以缺席，他说是徐总的意思。我手指一顿，游戏角色瞬间被 BOSS 击杀，屏幕变灰的瞬间，我心里暗骂一声，合上笔记本，来到会议室时，里边已经坐满了人，不少人见到我，都露出了异样的表情，低头窃窃私语。林经理怎么来了？他不是从来不参加会议吗？谁知道呢？应该是沈助理特地要求的。沈助理一直在挑他的刺，估计今天有好戏看了。我懒得理会那些闲言碎语，挑了最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掏出手机继续刚才的游戏。足足过了半个小时，徐婉晴和沈明艳才姗姗来迟。沈明艳手里抱着一叠文件，脸上挂着春风得意的笑容。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这次会议。徐婉晴环视一周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不到1秒就移开了。今天沈助理有一个重要方案要向大家宣布。沈明艳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革命性营销方案。我一边玩手机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，越听越觉得离谱。这个方案不仅预算高得吓人，而且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市场定位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投入8000万，在3个月内占领高端市场。沈明艳激情澎湃地总结道。会议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：8000万买一堆没用的曝光量，还不如把这钱从公司楼顶扔下去，这样更有噱头，更能吸引流量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，徐婉晴眉头微拧。你说什么？沈明艳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我这才抬起头，懒洋洋地说道：我说，你的方案漏洞百出。首先，目标客户群定位错误；其次，投放渠道选择不当；最后，ROI 计算方式根本就是错误的。你花这2000万，跟打水漂没什么区别。不对，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。沈明艳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她猛地抓起桌上的咖啡杯，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。你一个整天无所事事，只知道躲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混子，还敢质疑我的方案？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，然后哗啦，整杯咖啡泼在我脸上，液体顺着我的脸颊流下，白衬衫瞬间染成褐色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林燕，我宣布你被炒鱿鱼了，滚出去！沈明艳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我缓缓站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一点一点擦去脸上的污渍，然后看向徐婉晴。她皱了皱眉，然后避开我的目光，选择了沉默。
我突然笑了，对着开了免提的手机说道：“爸，听到了，人家叫我滚蛋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传来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：“知道了，我会安排。我之所以会来这里上班，完全是因为爷爷当年定的娃娃亲。徐婉晴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并不喜欢包办婚姻，可是我爸软磨硬泡，还拿出不孝顺的大棒来压我，我只能答应了。为了加深双方感情，我爸让我入职徐氏集团。给未婚妻打工的半年里，我虽然每天打游戏，像个混子一样，其实暗中一直动用各种资源，让公司业绩一路飘红，甚至上市。徐氏集团一跃成为明星企业，徐婉晴也上了海城富豪榜。虽然帮了大忙，但我们平时很少交流。在屈指可数的约会中，我了解到他只知我是娃娃亲对象，并不知道我真正的底细。我重新坐回角落的椅子，掏出手机，继续刚才被打断的游戏。屏幕上角色复活，我手指飞快操作，仿佛会议室里的剑拔弩张与我无关。沈明艳的脸色由红转青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无视他的威严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声音尖锐：“林燕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大家都在专心开会，你玩游戏。”我冷笑：“我全年的业绩目标都已经达成，玩玩游戏怎么了？再不滚出去，我就叫保安了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“随你便。”其他高管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头假装翻文件，有人偷偷瞄向徐婉晴，等待她的反应。徐婉晴终于站了起来，她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裙，长发挽起，神情冷峻。她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耐和冷漠。“林燕，你的业绩是不错。”声音很平静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“但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家，请你立刻离开会议室，不要影响会议进程。”我手指一顿，游戏角色再次阵亡，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“徐总，你确定要赶我走？”徐婉晴皱了皱眉，语气更加冰冷。“我不想重复第2遍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职业素养，就该知道什么是分寸。如果我不想走呢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”沈明艳见徐婉晴站在自己这边，胆子顿时大了起来。她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，一巴掌拍掉我手中的手机，啪！手机摔在地上，屏幕顿时裂开蛛网般的纹路。“林燕，别给脸不要脸！”他一把拽住我的衣领，用力往上提。“徐总都发话了，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滚出去！”从成为助理的第1天起，沈明艳就看我不顺眼。一次我经过总裁办公室时，听见他在高谈阔论：“徐总，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花这么多钱养一个整天打游戏的混子，对其他员工太不公平。”声音不大，却刚好能让外边听见。徐婉晴没有回应，但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低头翻文件的动作顿了顿。自那以后，沈明艳变本加厉，他开始在部门会议上无意地提起我的丰功伟绩。有些人啊，拿着高薪却连会议都不参加，真不知道是来上班还是来度假的。公司里渐渐流传起关于我的闲言碎语，有人说我是靠关系混进来的富2代，有人说我每天躲在办公室里睡觉，甚至还有人打赌我什么时候会被开除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懒得理会。但我越无动于衷，他就越蹬鼻子上脸。这次抓住机会，更是狂妄到了极点。我不惯着他，扣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啊！沈明艳痛呼一声，本能地松开了我的衣领。
在挣脱的瞬间，手臂撞在会议桌边缘，腕表与实木桌面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他踉跄后退2步，低头一看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手腕上那块价值不菲的百达翡丽表面已经出现了一道明显的划痕，在灯光下格外刺眼。你，他颤抖着抬起手腕，眼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。林燕，你知道这块表多少钱吗？这是徐总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售价80万。我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被扯皱的衣领，自己站不稳，怪得了谁？林燕，徐婉晴终于忍不住厉声喝道：“你太过分了！你不仅扰乱会议，现在还故意损坏他人财物。我以总裁的名义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现在立刻收拾你的东西，离开公司。”沈明艳叫嚣道：“徐总，不能轻易放过他，表一定要赔。”会议室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用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等待一场好戏的开场。行，我赔80万是吧？我弯腰捡起摔坏的手机，屏幕虽然裂了，但还能用。我拨通了一个号码，刚要说话，沈明艳冷笑道：“什么80万？是800万。”我顿住，看向他：“你确定？”我当然确定。沈明艳趾高气昂：“徐总送我的礼物本来就是无价之宝，只让你赔800万，已经是便宜你了。你让大家评评理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沈明艳死咬不放，他知道我的工资根本赔不起这个钱，就是想恶心我、羞辱我。其他高层见状，纷纷附和起来：“是啊，徐总送的礼物怎么能用金钱衡量？”财务总监推了推眼镜：“林经理，你还是认了吧，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损坏东西赔偿天经地义。”市场部总监冷笑一声：“不过以林经理的工资，怕是得还到退休吧？”众人哄笑起来，眼神中带着嘲讽和幸灾乐祸。他们早就看不惯我这个混子，如今见我落难，自然乐得踩上一脚。徐婉晴站在一旁，眉头微蹙，但并未出声制止。面对大家的冷嘲热讽，我也不生气，抬头看向沈明艳：“800万，不会再加了吧？”沈明艳愣了一下，随即嗤笑出声：“林燕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装什么装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800万，你拿命来赔！”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拿起手机，给我准备800万的现金，送到徐氏集团会议室，越快越好。沈明艳一脸不屑：“切，装什么蒜？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就能唬住人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的等待。不到10分钟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一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3个穿制服的银行职员，手里都拎着箱子。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恭敬地鞠了一躬：“林少，这是您要的800万。”我点点头：“辛苦了，放这吧。”随着3个箱子被依次打开，整齐码放的100元大钞在灯光下泛着刺眼的光。会议室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固在那些钞票上，空气仿佛被抽干，连大家的呼吸声都变得微弱。沈明艳的脸色难看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她死死盯着钞票，又抬头看向那名西装男子。突然，财务总监脸都吓白了：“张行长，海城总行行长张振国。”平日里连徐老爷子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的大人物，此刻却恭敬地站在我面前，称我一声林少。徐婉晴迟疑几秒，快步上前，伸出手想要打招呼：“张行长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爷爷一直提起您，说很想再见您一面，
张振国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，只是微微点头示意，随后对我说道：“林少，还需要什么？您随时吩咐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带着人离开了会议室，干脆利落，仿佛多待一秒都是浪费时间。徐婉晴的手僵在半空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沈明艳的嚣张气焰早已荡然无存。她双腿发软，几乎站不稳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慢悠悠随手从箱子里抽出一沓钞票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：“沈助理，800万，一分不少，现在这表是我的了。”说完，我一把扯下他手腕上的百达翡丽，当着他的面丢进了垃圾桶。你，沈明艳目眦欲裂。我转身看向徐婉晴，淡然一笑：“徐总，表我赔了，现在咱们来谈谈关于我手机的赔偿吧。”沈明艳先是一愣，随后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他双手抱胸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“一部华为能值多少钱？”我举起一根手指头，确实不值钱，也就1个亿而已。全场哗然，然后哄堂大笑。市场部总监甚至夸张地拍了拍桌子：“1个亿？林经理，你该不会是被咖啡烫坏脑子了吧？”财务总监推了推眼镜，故作严肃地补刀：“按照公司规定，损坏物品按市场价赔偿。林经理，你这部手机的市场价恐怕连零头都不够吧？”沈明艳见众人附和，更加得意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笑道：“要不这样，我大发慈悲，帮你联系一下精神病院，毕竟妄想症也是病，得治。”徐婉晴站在一旁，眉头紧锁，但并未出声。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，我依旧神色平静：“你说的对，一部普通的华为确实不值钱。”沈明艳冷哼一声：“知道就好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可惜这部不是普通的华为。”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，这次走进来的是一位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子，身后还跟着8名保镖。周志明，华为集团高级副总裁，平日里只在新闻发布会上露面。徐婉晴的脸色骤变，快步上前：“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周志明没有理会徐婉晴的问候，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微微颔首：“林少，我们检测到您的手机出现异常信号。”我点点头，将手机递给他，摔了一下。周志明接过手机，仔细检查后，脸色变得凝重：“损坏很严重，光维修和更换配件的费用估计要7000万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。沈明艳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：“不可能，什么手机修一下这么贵？这是全球限量版的定制机型，内置的芯片和加密技术价值远超普通旗舰机，目前市面估值1个亿。”周志明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：“林少，这是手机的鉴定报告和购买合同，需要我当众宣读吗？”我摆摆手：“不必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经听得很清楚了。”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财务总监的眼镜滑到了鼻尖，忘了去扶。市场部总监张大了嘴，活像一条缺氧的鱼，而沈明艳则彻底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上冷汗涔涔。徐婉晴终于回过神来：“林燕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我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看向沈明艳：“沈助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谈赔偿的事了？”沈明艳猛地站起身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你们合伙演戏讹我，
这手机根本不可能值1个亿。周志明皱了皱眉，对身后的保镖使了个眼色，两人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了沈明艳。沈先生，如果您质疑我们，可以随时走法律程序。周志明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。华为集团3865人的律师团队，保证奉陪到底。沈明艳的脸色由白转青，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落。谁都知道华为的律师团有多牛逼，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助理，就算拉上整个徐氏集团，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他声音发颤：徐总，徐总救我！徐婉晴深吸一口气，上前一步挡在沈明艳面前，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冷静。周总，这件事可能有些误会，沈助理的赔偿由我来承担。周志明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将目光转向我。我微微点头示意，他才收起文件，对徐婉晴说道：既然徐总开口，华为会给你们3天时间处理。说完，他带着保镖转身离开。会议室的门轻轻关上，却像一记闷雷砸在每个人心头。我目光扫过徐婉晴和沈明艳，唇角微勾，平白无故1个亿的支出，徐总裁难道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同意吗？徐婉晴还未开口，沈明艳突然从他身后探出头，脸上的恐惧已被扭曲的得意取代。林燕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已经被炒鱿鱼了？公司的事关你屁事。他的话像一根导火索，再次点燃了会议室的空气。其他高管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声议论：对啊，林经理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凭什么对徐总指手画脚？没错，徐婉晴的眉头皱得更紧，她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然后看向我：林燕，既然你已经不是徐氏的员工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1亿赔偿3天之内会打到你账户上，现在请你离开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嘴角的笑意更深。徐总真是大方，为了一个小助理，随手就是1个亿。不过，先不提董事会，你确定你爸会同意？你爷爷会同意？沈明艳的脸色又变了，她扯了扯徐婉晴的袖子，压低声音道：徐总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笑了笑，我可不是胡说八道，要不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。开始拨号时，沈明艳急了，一把将我的手机抢过，踩得粉碎，还嚣张地说：既然已经答应赔钱，那手机就是他的了，想干什么我管不着。徐婉晴也冷着脸警告我：林燕，我不管你跟张行长和周总是什么关系，但这里是徐氏集团，我说了算。现在请你离开这里。我淡定地坐在椅子上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目光平静地扫过沈明艳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。我可以走。我缓缓开口，前提是得徐老爷子亲自来请。沈明艳先是一愣，随后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他指着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哈哈哈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徐老爷子亲自来请？林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徐婉晴的脸色也彻底冷了下来，她上前一步，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林燕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这里是徐氏集团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现在立刻离开。会议室里的高管们纷纷附和，有人甚至已经拿起电话准备叫保安。我依旧坐着没动，只是微微挑眉，目光越过徐婉晴，看向她身后的落地窗。窗外，一辆黑色加长轿车缓缓停在大楼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走了下来。
搀扶着他的是一个相貌威严的中年男子。我轻笑一声，看来不用我打电话了。徐婉晴顺着我的视线回头，脸色瞬间大变。爸，爷爷。沈明艳的笑声戛然而止，看到徐老爷子正朝会议室走来，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徐老爷子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，很急促，很慌乱。他的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会议室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林少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这一声林少让整个会议室再次陷入死寂。徐婉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又看向徐老爷子：“爷爷，您叫他什么？”徐老爷子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走到我面前，微微低头：“林少，徐家管教无方，让您受委屈了。”沈明艳的脸色彻底惨白，她颤抖着后退2步，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徐老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不过是个混子。”闭嘴！徐老爷子猛地转身，拐杖重重敲在地上，声音如雷霆般炸响：“沈明艳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林少不敬？”沈明艳被这一声呵斥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徐老爷子深吸一口气，转头看向徐婉晴，眼神里满是失望：“婉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当初我没告诉你实情，是怕你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所以打算在订婚后再说出来。可你竟然……”徐婉晴的指尖微微发抖，她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被咖啡染脏的衬衫，淡淡开口：“徐老爷子，不用为难他了。既然徐氏集团不欢迎我，那我走便是。”说完，我迈步朝门口走去。“等等！”徐父急忙拦住我，语气近乎恳求：“小燕，这件事是徐家的错，请你给我们一次弥补的机会。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徐婉晴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中满是震惊和茫然。“机会？”我轻笑一声：“徐叔叔，您觉得现在的徐氏集团还有资格跟我谈机会吗？”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投影屏幕突然亮起，上面显示出一条实时财经新闻：突发，徐氏集团股价暴跌30%，市值蒸发近100亿，高管们一片哗然，有人甚至直接瘫坐在椅子上。徐婉晴猛地抬头看向屏幕，瞳孔骤缩。我慢条斯理地拿出另一部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：“可以停了。”1分钟后，屏幕上的股价曲线突然停止下跌，随后缓缓回升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徐父深吸一口气，突然转身，一巴掌扇在沈明艳脸上：“混账东西，跪下，给林少道歉！”沈明艳被这一巴掌打得嘴角流血，原地转了2圈，门牙都崩飞了。看到他可怜的模样，徐婉晴心疼不已，赶紧上前扶住：“爸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干嘛打人？”我冷眼旁观，徐婉晴原本肤如凝脂的小脸，此刻却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。她护着沈明艳的样子，让我想起这段时间，她无数次为了这个男人拒绝我的邀约。“徐叔叔，算了。”我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，既然徐总裁一心要护着他，这欠不到也罢。徐父脸色铁青，又是一巴掌甩过去，这次沈明艳直接跪在了地上，膝盖撞击地面的声音让在场所有人都缩了缩脖子。“婉晴，你给我滚开！”徐父怒吼：“你知道你护着的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你得罪的又是什么人吗？”徐婉晴倔强地站在原地，纤细的手臂张开，像护崽的母鸡，
不管他是谁，都不能这样欺负人。他转头瞪向我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林燕，你仗着有点背景就这样羞辱人，无耻卑鄙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投影屏幕上，徐氏集团的股价曲线还在轻微波动，提醒着所有人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我走到徐婉晴面前，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钻入鼻腔，是沈明艳送她的那款。我记得3个月前她生日那天，我送了她一条价值100万的项链，她礼貌道谢后就再没戴过。而沈明艳送她的廉价香水，她却天天用。徐婉晴，我平静地说，这3个月来，我约了你14次，你拒绝了14次，每次理由都是工作忙。我的目光扫向沈明艳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每次拒绝我的时候，都是和他在一起。徐婉晴的睫毛颤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抬起下巴。那又怎样？我和谁交往是我的自由，我们只是定有娃娃亲，又没有真正领证。当然，我点点头，我只是想问问，知道为什么你每次提出的方案都能顺利通过吗？知道为什么竞争对手总会莫名其妙退出投标吗？知道为什么银行会突然批准你们根本不够条件的贷款吗？徐婉晴的脸色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徐老爷子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拄着拐杖走到我身边。小晴，这半年来徐氏集团能顺利上市，股价翻了3倍，其实全是林少在背后运作。不可能！徐婉晴的声音尖利起来，那些都是我们团队努力的结果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一份文件，投影到屏幕上。徐总，过去6个月，我动用了林家17个商业关系，为徐氏扫清了所有障碍。屏幕上滚动着一个个令人啧舌的名字和数字，包括说服威正集团放弃城南地块的竞标，让徐氏以底价拿到那块黄金地皮。沈明艳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骗子，这些都是伪造的。徐总，别相信他。徐父一脚踹在他腿弯处，沈明艳再次跪倒在地。闭嘴！你这个狗东西！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毫无波澜，拿起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。徐老爷子，徐叔叔，既然你们来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关于我们2家的婚约，也到此为止吧。林少，徐老爷子急忙拦住我，这件事是徐家对不起你，但婚约，爷爷。徐婉晴突然打断他，眼中含着泪，却倔强地昂着头，让他走。我不需要这种靠家世压人的未婚夫。我静静地看着徐婉晴，这个我从小定下婚约的女孩。很好，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放在桌上。这是我爷爷当年交换的订婚信物，现在还给你。徐父面如死灰，徐老爷子闭了闭眼，仿佛瞬间老了10岁。转身走向门口时，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对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林氏集团将全面撤出与徐氏的所有合作，包括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和即将签署的融资协议。徐婉晴倒吸一口冷气，你不能这样，那些项目关系到徐氏集团未来的10年计划，还有上千员工的生计。我回头给了他最后一个微笑，我能，就像你能为了一个男助理拒绝我14次那样。推开会议室门的瞬间，我听到徐老爷子绝望的喊声：林少，请再给徐家一次机会。我没有停留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徐氏集团的境况急转直下，几个大计划因资金链断裂被迫搁浅，合作方纷纷撤资，股价跌至历史最低点，
沈明艳在事发第2天就被徐老爷子亲自开除，连滚带爬地离开了海城。听说最后被人打断手脚，扔海里喂鱼了。这天，我坐在京城最高层的旋转餐厅里，对面是刚从剑桥归来的苏黎，我的青梅竹马。他一边用叉子戳着盘子里的甜点，一边调侃我：“林大少爷，听说你为了一个女人，动用了不少自家资源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我抿了口红酒，懒洋洋地回应：“老爷子定的婚约，总得给点面子。”苏黎笑了，眼睛弯成好看的月牙状。既然婚约取消了，不如考虑下我，至少我们门当户对，还知根知底。我刚要回答，余光却瞥见餐厅入口处一道熟悉的身影，徐婉晴。她戴着我送的项链，脸色苍白，与往日精致强势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服务生拦着他说了什么，他摇摇头，目光锁定了我，径直走来。林燕，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？苏黎挑眉看向我，我没说话。徐婉晴的睫毛颤了颤，突然弯腰鞠躬：“林燕，我是来求你回徐氏的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了。”我还是沉默不语。苏黎放下叉子，轻笑一声：“徐总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当初你放任助理当众羞辱林燕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”徐婉晴咬紧了嘴唇：“林燕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她抬头时眼眶发红：“如果你不回来，上千员工可能会失业。城南地块的工程一旦停工，承包商和工人关我什么事？”我打断他：“我已经不是徐氏集团的人了，是你亲口辞退的。”苏黎突然站起身，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比徐婉晴高出半头，气势逼人。“徐婉晴，你知不知道林燕为了帮你，动用了多少林家的资源？他甚至在你们公司附近安排了一整支应急团队，就为了随时给你兜底。”他一把抓起我的手机，调出加密文件夹，甩到桌上：“看看吧，这些全是他为你准备的预案，而你却只看到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打游戏，还为个小白脸把他踩在脚下。”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件刺痛了徐婉晴的眼睛，她踉跄后退一步，声音发抖：“我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”苏黎冷笑：“像他这样优秀的男人，你当成草，自然有人抢着当宝。”说罢，他挽住我的手臂：“走吧，林叔叔还等我们试婚纱呢。”徐婉晴猛地抬头：“婚纱我也没拆穿。”任由苏黎拉着起身，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：“对了，威正集团明天会正式接手城南项目，毕竟他们当初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答应退出的。”离开餐厅时，我透过玻璃幕墙看到徐婉晴仍站在原地，单薄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。苏黎掐了掐我的胳膊：“心软了？”我笑了笑：“当然没有，徐氏集团最终还是破产了。”消息传出的那天，海城商界一片哗然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企业，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办公楼和一堆待处理的债务文件。徐老爷子一夜白头，徐父四处奔走求援，却无人敢伸手。谁都知道，得罪了京城林家，就等于自断后路。而我以林氏集团的名义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徐氏的所有资产。收购完成的第2天，我站在徐氏集团的总部大楼前，身后是林家的精英团队。推开玻璃门的那一刻，熟悉的前台小姐惊慌地站起身，嘴唇颤抖着叫了一声：“林总。”我没有回应，径直走向电梯。顶层的会议室里，
徐氏的高层们早已接到通知，战战兢兢地等着。推门而入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，有恐惧，有懊悔，更多的是期盼。各位，久等了。我拉开主位的椅子坐下，语气平静。从今天起，徐氏集团正式并入林氏旗下，而你们，我扫过每一张脸，掷地有声，全部被解雇了。会议室瞬间炸开了锅，财务总监猛地站起来，脸色铁青。林总，我们在徐氏工作了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不能这样，不能。我冷笑一声，将一叠文件甩在桌上。这是你们过去3年里所有的财务漏洞和违规操作，如果不想坐牢，现在就签字走人。众人脸色惨白，再无人敢吭声。走出会议室时，我在走廊尽头看到了徐婉晴，她瘦了许多，眼眶深陷，手里抱着一只纸箱，里面装着她的私人物品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她声音沙哑，眼神却倔强。我停下脚步，商场如战场，输赢各凭本事。她咬了咬唇，突然问道：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对你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哭声。我没有回头，有些错一旦犯了，就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